1939年9月1日，伴随着 Ju-87图斯卡式俯冲轰炸机的呼啸声，德军地面部队踏入波兰境内。尽管波兰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还是在20天之后宣布了投降。英国和法国于9月10日对德国宣战，开始了长达半年的静坐战争。打破静坐的是德军向低地国家和法国发起了新一轮攻击，席卷包括法国在内的大批西欧国家之后，将联军包围于敦刻尔克地区，迫使英国人展开发电机行动，将英国远征军及部分其他国家的军队撤回英国本土。虽然未能在法国投降前进入巴黎，但是在见识了德军闪击战的巨大威力之后，没有人能够确保英伦三岛能够抵挡住纳粹德国的侵略。而一旦英国被德军占领，大西洋在保护美国的同时，也将保护了他的敌人。美国人只能够独自与纳粹德国进行一场洲际战争。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美国陆航需要一款可以独立往返大西洋的洲际轰炸机，于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轰炸机招标需求，拥有720千米每小时的最大平飞速度，440千米每小时的巡航速度，实用升限13500米，在7500米高度飞行，并且在有 4.5 吨炸弹的情况下，还可以达到193,120千米的最大航程。联合沃尔特公司、波音和道格拉斯公司先后完成并提交了自己的方案，但是在陆航看来，3个公司的方案都不尽如人意。同时3个公司的设计师们也抱怨这些技术指标被定得太高，以至于无法实现。美国陆航最终于1941年8月19日展开了一次会议，并重新提出了新的项目需求，最小航程为16093千米，最佳的作战半径为6437千米，巡航速度为384到480千米每小时，实用升限降低至12000米。3家公司于1941年9月正式收到了新项目的需求，并开始对各自的设计修改。道格拉斯公司由于自顾自地降低了航程标准，而首先遭到了淘汰。波音公司的方案也遭到了否决，而且波音还承担着 B-17 的生产和 B-29 的研发，所以最后联合沃尔特公司获得了研发合同。但是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迫使美国人必须优先生产设计好的飞机，因此 B-36 的发展计划就被放慢了下来。直至1945年9月8日，经过全面修改的 XB-36 原型机终于走下了生产线。1946年8月8日进行了长达37分钟的首飞，但很快便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飞机的最大平飞速度仅仅达到368千米每小时左右，同时 R4360 发动机也暴露出了冷却问题和运转时容易发生震动的问题。尽管第2次世界大战已经胜利结束，但是当时的美国和英国看来，苏联对自由世界的威胁是丝毫不亚于纳粹德国的，甚至将会在他们抚平伤口以后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因此，尽管受到战后大裁军以及和平思想的影响，但是美国军方依然保留了不少具有良好应用前景的项目，以备不时之需。具有洲际续航能力的 B-36不仅幸运地躲过了战后被裁减的厄运，反而成为了冷战初期美国军方倚重的主力。1947年8月30日，第一架生产型 B-36A 正式服役，被命名为和平缔造者。飞机全长 49.4 米，翼展 70.1 米，高 14.25 米，是迄今为止体型最大的作战飞机。起飞重量、载弹量、续航力和滞空时间的记录后来被 B-52打破。该机采用了细长圆柱形机身，上单翼平直机翼，略微后掠6台普惠公司的 R4360 活塞发动机，这是一款拥有28个气缸的新型气冷发动机，4层排列，并有一套由齿轮驱动的涡轮增压器，得益于它的排量4360立方英寸。早期的 R436025 为3000马力，后期的 R436053 为3800马力。螺旋桨安装在机翼后缘，其中从 D 型开始加装4台 J47 喷气发动机，2台一组安放在两侧机翼的外侧。常规结构尾翼起落架采用前3点起落架，前起落架为2轮式，主起落架为4轮式，机身前部为透明机头罩。4个炸弹舱设置在了机身中部，将成员舱分为前后2段，相互之间由机身左侧内部的气密通道连接，共设置成员16名，最大起飞重量高达186吨，最大载弹量39吨炸弹。B-36A 轰炸机在一次模拟战术任务中，以135吨的起飞重量，含 4.5 吨的训练炸弹和5796发20毫米训练弹，以模拟炮塔等尚未安装配件的重量
量配重，飞行了36小时8分，飞行距离长达12899千米，巡航速度357千米每小时。当它降落之时，机内还有3732升的剩余燃油量，这就意味着该机甚至能够将航程再扩展813千米。1948年7月8日，第一架量产型的 B-36B1 轰炸机完成了首飞工作。它是这款超远程洲际轰炸机家族中第一款具备作战能力的子型号。B-36B 轰炸机的最大改进之处是用了全新的 R-43604-1型巨黄蜂发动机，取代了之前的 R-43602-5型发动机。最大的输出功率也由之前的3000马力提升至3500马力，速度和声线都得到了提高。轰炸雷达也得到了更新，如果携带单一种类雷达，炸弹舱可以携带2枚19吨大满贯炸弹、3枚10吨钻地弹、4枚5.4吨钻地弹、12枚1.8吨通用炸弹、28枚908千克通用炸弹、44枚725千克穿甲炸弹、72枚454千克通用炸弹，或者132枚226千克通用炸弹。稍加改装即可携带核武器。为了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 B-36B 轰炸机还安装了自卫武器，为16门 M24G2 型或者 M24A1 型20毫米机炮，射速介于550到820发每分钟之间。他们所使用的弹药包括 M97 型高爆燃烧弹、M96 型燃烧弹、穿甲燃烧弹、穿甲夜光弹和 M95 型训练弹，总备弹量为9200发。这16门20毫米的机炮分别位于机鼻2门、机首上方4门、机尾上方4门、机身下方4门和机尾2门。利用已经在 B-29上应用的遥控炮打技术，8名自卫炮手可以在自己的座舱内遥控火炮射击，5位负责后方目标，3位负责前方目标。每座遥控炮塔都能够与自身配套的机械计算机联动，提供弹道数据。飞机所有的遥控炮塔都可以在15000米以下高度和零下45度至零上50度之间的温度正常工作。为了减少巡航飞机时的气动阻力，除了机首和机尾2座炮塔之外，其他的炮塔都可以在不使用时利用收放机构收回到机身内部。美国空军共接收了383架 B-36 飞机，主要型号有 XB-36、YB-36、ABDFHJ 等。有部分飞机被改造为了侦察机，在炸弹舱中安装了大型照相机，并增加了成员。其中一架被安装了一台核反应堆，尝试发展无限续航的核动力飞机，但是因为风险太大而被放弃。毕竟轰炸机大部分时候还是在自己头上飞，万一坠机就可能变成自爆卡车。美军在冷战时期就曾发生过数次带核弹飞行的轰炸机失事而引发的断舰事故。最后一个进入服役的家族成员为 B-36J， 最主要的改进特点是在两侧机翼的外翼段增加了2具油箱。如此一来， B-36J 的轰炸机内部载油量相比之前的型号提升了10485升，起飞重量也提升至185吨。同时用一个独立的天线罩遮盖住了位于尾部自卫机炮塔上方的那台 AN/APG-41A 型炮瞄雷达。这项改装同样被引入了之前的 B-36H 轰炸机或者 RB-36H 侦察机的生产线上面。首架 B-36J 轰炸机于1953年7月完成了首飞，最后一架于1954年8月14日交付空军。该型号总产量为33架。 B-36J 轰炸机是服役过程中唯一没有暴露重大问题的家族成员。与此同时，所有的 B-36 轰炸机部队都由之前的一系列计划而达到了服役期间的最佳状态。 B-36 短暂的服役生涯中还没有参与一次实战，计划取代它的下一代轰炸机已经开始设计了。1951年1月9日，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将正式批准用 B-52 来取代 B-36， 并于2月14日签署了第一份量产合约，要求波音飞机公司生产首批13架B-52A 型战略轰炸机。 B-52 不仅可以达到1000千米的时速，还有最大16000千米的航程。 B-36 仅存的优势也荡然无存了。伴随着全新由 A 型改进而成的 B-52B 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于1955年进入战略空军司令部服役序列。B-36 轰炸机的退役计划也于1956年2月正式启动。最后一架 B-36 轰炸机于1959年2月12日从第95重型轰炸机联队退役。1959年4月，一架 B-36 轰炸机飞往空军博物馆，并将在那里度过余生。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又可以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